我在垃圾堆里捡到一只受伤的狐狸精，闲暇时我最喜欢趴在它柔软的毛里睡觉。后来有天它伤好后，却突然变成了人形。变态！你个死福瑞控！我告诉你，狐狸一生只会有一个伴侣。我已经有喜欢的狐狸了，所以你死了这条心，我绝对不会接受你的。说完，他就跳窗跑了。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一脸懵逼，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我一直把他当狗养，和伴侣有什么关系？后来我买了一只肥嘟嘟的萨摩耶，刚牵着狗狗回家，就看到蹲在家门口可怜兮兮的狐狸。你们人类就是三心二意，把它丢了，养我好不好？我毛比它多，比它密，吃的比它少，还能挣钱，挣的钱都给你。你不答应，我就把你手里牵的那条蠢狗吃掉。捡到白狐纯属意外，我一开始以为它是萨摩耶，捡回家第3天发现它变成人，悠闲地躺在我的沙发上靠着，一边吃薯片一边看电视，看到高兴的地方，毛茸茸的大尾巴开心的一摇一晃。那一瞬间，我不知道在心里想了多少遍24字核心价值观。别用看怪物的眼神，我是狐人，进化出来的正常智慧物种，懂吗？所以你能吃狗粮吗？别捏了，我要吃肉，才不吃狗粮，我才不是狗那种对人类摇尾乞怜的低等物种。我一脸无语，它还挺难养的。捡到白狐的第3个月，它在月黑风高夜跑，跑之前还一脸凶狠地警告我：狐狸一生只会有一个伴侣，我已经有喜欢的狐狸了，绝对不会接受你。把你那些龌龊的心思都收起来，我不会喜欢你的。说完他就跑，留下我呆愣地站在原地，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我一直把他当狗养，和伴侣有什么关系？白狐跑掉的莫名其妙，我想了很久，也没想明白他在干什么，索性不想了。往后的生活都很平静，直到2周后，有合作商约我去咖啡馆谈项目。我带着电脑过去聊天的时候，很巧，一眼就看见了夏小念的背影，很高很瘦，皮肤很白皙，靠着栏杆，一脸不耐烦地俯视着楼下众人。郑先生，您认识夏小姐？夏小姐可是荣安的大股东，今天我约在这里，也是知道她经常会来的缘故。不如您帮我介绍介绍。我愣了下，随即反应过来他说的人，我摇头说不认识，只是觉得长得很好看。合作商叹了口气，表情难掩失望，后续对我的态度也冷淡些许。我没在意，把项目讲解完起身结账后，看见狐人偏着头在和一个打扮成熟的高质量男性说着话，两人靠得也很近，近到躯体重叠着，像男人把女人揽在怀里，更像在接吻。我没什么想法的转过眼睛。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家宠物医院，看到橱窗里摆放着的大狗狗，我把手放到玻璃上，它也把爪子抬起来，隔着玻璃贴在我的手心。那一瞬间我就决定买它了。养狗可比养狐人舒服多了，狗狗不会说话，很爱吃狗粮，也很乖。我不在家的时候总是懒洋洋地趴在地毯上等着我回家遛它。我带它去了很多地方，沙滩、海洋公园、海豹馆。有一天去咖啡店买咖啡，店员不允许狗狗入内，我就把它拴在门口，警告它要乖一点。这时身边突然出现2个人，是狐人和那天和他很亲密的男人。男人盯着萨摩耶摇晃的尾巴，偷吃笑出了声。狗这种对人类摇尾乞怜的生物，真是丢了犬科的脸。他身边的狐人眸色也很灰暗，阴沉沉地看向我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摸了把萨摩耶的脑袋，轻声说：“宝贝，要乖，爸爸今晚给你做牛肉丸。”说完我起身，从那2个人身边走过去，一点目光都没留给他们。等我从店内出来的时候，我的狗不见了，拴好的狗绳也松开了。看，它不要你了。这种没有神智的生物，怎么可能真的忠于主人？你居然还会喝奶茶！小白，有没有人看到一只白色的萨摩耶？就这样我找了很久，找得我有点慌，刚要打电话找动保组织求救，身边又传来一个贱嗖嗖的声音：丢了就丢了，那条蠢狗有什么好找的？不能闻着味儿找主人，真是犬科的耻辱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才买它2周，就因为它凶我，后面是不是还要放狗咬我？你不能这么对我。看着他委屈的快掉小珍珠，我都无语了，搞不懂他在干什么。它是我的狗，我当然会护着它，而且是你说我们以后没有关系的。看你这样子，在人类社会混得很不错，把之前我养你的肉钱结一下，我要给狗买玩具。一条蠢狗玩什么玩具？夏总，郑先生，哎呀，你们在这儿啊？郑先生，您认识夏总怎么不早说？那个项目我们立刻就签约。丢了狗还得被迫加班，该死的狐狸！随后我扭头狠狠瞪了狐人一眼，他的表情变得更无辜，更委屈了，大大的眼睛里蓄了泪，好像下一秒就能流下来。签完合同，我疲惫地走出公司，看见门口一人一狗在对峙。白色的萨摩耶身体绷紧，爪子摩擦着地面，低吼着，警告对面有狐狸气息的坏人。而狐人姿态娴熟地抱着手臂，很不屑的样子，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。他这是在跟狗交流，狐狸的语言，狗也能听懂吗？我有点不敢置信，站在不远处看了一会儿，才上前揉了揉狗狗的脑袋，安抚它别生气。狐人沉默片刻，也走过来，垂着头在我身边蹲下。我也是你养的，你不能只摸它不摸我。刚刚从合作商那里，我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，夏小念，京城夏家的小女儿，国内最大半导体生产公司荣安的股东。
算得上财权顶尖的那一梯队，怎么能是一头不要脸的狐狸？夏小年，是你把我的狗偷走了？我没有偷，是那个狗绳太松了，我一拽就开了，它自己跟着火腿肠跑，我也没办法。我静静看着他没说话，他咬了咬嘴唇。好了，我错了，但你对它太好了，摸它的头，给它买玩具，还亲它，我非常嫉妒。明明原来你只要我这一头狐狸的。是你自己说有喜欢的狐狸，以后和我毫无关系，让我不要觊觎你。今天那个助理小哥，是你喜欢的狐狸吗？那头狐狸是我亲弟弟，一个妈生的那种，是你自己和别的女人搂搂抱抱，我生气了才会说那些伤人的话。狐人一辈子只会有一个伴侣，不像你们蠢人类3心2意那么不忠贞。你救了我，看到了我的纯活体，还摸我抱我那么多次，就是我认定的伴侣了。你不能……我不喜欢你，之前摸你是因为把你当成了猫，不是犬科。我不知道你们狐人族是怎么定义伴侣，但在我们人类世界，拥抱和抚摸都确定不了伴侣关系。我很直白地告诉他，那个项目我有一笔提成，算是补了你这些日子在我家的伙食费。我们互不相欠了，我不喜欢，也不想成为你的伴侣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。再见，再也不见。说完，我拽着萨摩耶离开。我走得飞快，想远离这个奇奇怪怪的狐人。他没有追上来，我松了口气。回家后，我给狗狗做了牛肉豆腐白菜汤，配了一碗狗粮，看着它把盘子舔得一干二净，摸着狗头说，让宝贝饿了一天。那个狐人真坏，我们以后见到它就上去咬好不好？狗狗咧开嘴，伸出爪子和我击掌。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突然感觉有毛茸茸的东西在蹭我下巴，我以为是狗，下意识推开它。宝贝别闹。那东西愣了下，随即蹭得更厉害，还伸出舌头舔我的脖口，一下又一下，湿漉漉黏腻的触感热得我浑身发麻。我睁开眼睛，刚好撞进一双漆黑狭长的眸子，它直勾勾盯着我，我用力想推开它，它漆黑的眸子里泛起星火，还摁住我的手。巨大的护体罩在我身上笼罩得密不透风，它闷哼一声，身体颤抖了下，反而更往我身上压下来。干什么？滚开！听见没有？你要干什么吗？难受，让我抱一会儿好不好？你这是发情期还是嗑药？他没有回答我的话，体型有我2个大，压在身上真的好重。我沉默片刻后，拍了拍他的爪子，能不能换个姿势，让我在上面？等姿势一换过来，我就立刻挣开他的爪子，爬下床，拿起床头柜上的刀对着他。你骗我！别叫了，听见没？他最终闭嘴了，只是跳下来趴在地板上，眼睛湿漉漉的看着我，耳朵也耷拉着，很明显的难过。我摁了摁他眉心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的发情期到了，太想你的味道了，没忍住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把你当成我的伴侣，所以只有你的味道能安抚我的发情期。所以你们和伴侣还有物理上的连接？不是，你们想认定谁就是谁，还需要气味的匹配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诡异的看着眼前这头因为发情而浑身燥热，趴在地上求我的狐狸。对比下我俩的体型差，打不过赶不走。我叹了口气，从阳台上拿过来昨天脱下来的衣服，扔到他跟前，这样可以吗？太大了。他把狐头在外套上蹭了蹭，我后退2步，跑出去，跑到次卧所上门，在冰冷的地面上坐了好久才觉得安定，打了个哈欠。我实在是太困了，明天再跟那头色狐狸算账。第2天起床的时候，狐人已经做好了早饭，煮的阳春面里面放了荷包蛋，看着很有食欲。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，很明显的讨好笑。我呵呵一声，冷脸靠在门框上。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发情期到了，太想你的味道了，没忍住。夏夏，你的动情期为什么需要我的味道？因为我喜欢你，把你当成我的伴侣，所以只有你的味道能安抚我的动情期。这种强行捆绑的关系，如果我不给你，你以后动情期怎么办？那你眼睁睁看着我撞墙死好了，我认定了你，就只有你能安抚我，别的人或者狐狸都不行。狐人都是这么强买强卖的吗？不是强迫，族人说了，没有人类能拒绝狐人那方面的能力，哪怕是已经结婚了的人类，只要一起睡一觉，也一定愿意继续和我睡下去。要不要你试试和我睡？闭嘴！狗狗的饭呢？你让我给狗做饭，那种低等物种怎么配让我给它做？我敢做，它敢吃吗？你把它丢了，继续养我好不好？你看我的毛比它密，比它软，比它听话，还能挣钱给你花，你就养我吧，只养我一个好不好？他的手搭在我的膝盖上，恍惚间，我想起昨晚搜到的有关夏家小姐的资料，长得好，家世也好，身为天之娇女，和眼前这只撒娇半可怜的狐人大相径庭。我沉默片刻，刚想说什么，就听见门铃声响起。你在家吗？宝宝，我帮你把那个坏人赶走好不好？他不是坏人，你去房间里躲一下。我不，你要和他做我不能看的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吃醋的夏小念是不讲道理的。你再不去躲着，我以后就再也不理你了。你为了一个丑女人凶我，我乖，我听话，不要不理我。我有些无语，理解不了狐人的脑回路，晃了晃脑袋，起身打开门让同事进来。原来你做了面，我还以为你没吃，给你带了油条。没关系，面可以给狗吃，我刚好想吃油条。
谢谢你。遛完狗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，我换上拖鞋，看着客厅里黑漆漆的样子，在心里想那个胡人应该已经走掉了，不由得松了口气。一回头就看到一双满是怨念的狐眸，我吓得后退2步，被正在吃罐头的狗狗绊倒，后背刚好磕到桌角，疼得我眼泪唰的流下来。你活该，3心2意的人类就该受到惩罚。你要是还疼，可以抓我尾巴上的毛。我动情期还没过去呢，别用力掐。我又面无表情的掐了他，嗷一声颤抖着捂住眼睛，再抬头时，他的眼睛已经湿漉漉的，潋滟着水光。我见状松开他的尾巴，他反而着急的把尾巴尖往我手心塞。可以再用力一点，宝宝，掐着很爽。此时的我听着他的虎狼之词，不由得骂了他一句好色的狐狸。他小声反驳：我这么好看的狐狸哪里色了？你难道不喜欢吗？我不想跟他纠结这些事情，吸了吸鼻子问他：你什么时候从我家离开？我不想走，好歹等我发情期过了嘛。不管是狐形还是人形，我都很好看，还有好多钱，能养活好多个孩子。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哪有人会找头狐狸做老婆？万一被吃掉了怎么办？哪有人会找头狐狸做老婆？万一被吃掉了怎么办？而且你动情期那么粘人，把我榨干了可是会死人的。你不想要狐狸做伴侣吗？我可以一直是人形的，尾巴和耳朵也不放出来，这样可以吗？我真的不行，你换个喜欢对象吧，靠你的美貌和财力，找个比我好100倍的都没问题。不换，我是头忠贞的狐狸，我这辈子只会喜欢一个人，绝对不会换人的。你不喜欢我，那我就努力让你喜欢上我就好了。给你的无限额，随便刷，给了钱你就不能赶我走了。随后这头无耻的狐狸在我家安家了，不知道是跟谁学的伎俩，开始放下他的高傲，讨好那条萨摩耶。狗玩具、狗粮、狗零食，就连点奶茶也不忘给狗泡一杯羊奶，更别说他们语言还相通。等我回家看到一狐一狗依偎着坐在沙发上，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薯片的样子，感觉整个世界都魔幻了。我眼神复杂的说：狗不能吃薯片。它变回原形，把薯片举起来给我看，上面赫然4个大字：狗狗薯片。宝宝，人也可以吃一点的，你要尝尝吗？我摇摇头，真诚地问他：夏小年，你不需要工作吗？荣安那么大的公司，你每天在这里摆烂，真的好吗？发情期的狐狸不需要工作，这几天的工作我弟会帮我处理的。我的任务就是好好度过发情期，然后把伴侣带回家。那你们整个夏家不会都是狐人吧？只有我和我弟弟还有姐姐是，我们的母亲是狐人，我们3个就都是狐人的基因，遗传很强的。要是我和你生了孩子，也会是狐人。他抿了抿嘴唇，去厨房端了一盘草莓蛋糕出来，讨好的看着我。宝宝，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蛋糕，特地让他们加了好多草莓，都是空运过来最新鲜的，你尝尝。我看着他满脸期待的样子，犹豫片刻，还是拿起一旁的叉子。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来，是我顶头上司，他说有个项目需要讨论，要我立刻回公司算加班费。我应了声好，挂了电话就看到胡人一脸失望。我做了一桌子的菜，都是你爱吃的，没时间吃没关系，你的工作重要。宝宝你去吧，我支持你，我永远是你的后盾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头都能看见我。我咽了下口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家伙不知道跟谁学的，原本傲娇臭屁的大狐狸，生生装成一只真诚懂事的绿茶壶。你不用这样，我叹了口气，开个会而已，我很快就回来，把菜留着，我回来再吃。顺便从蛋糕上捏了颗草莓，塞进嘴里补充道：草莓真的很甜，谢谢你。到公司才知道，上次火急火燎是为了什么。夏家派人来谈合作，还明确点了我们组。夏小念的姐姐也来了，她远比夏小念要沉稳，一身西装笔挺，面容冷若冰霜。你喜欢我妹妹吗？我暂时还不想和人组建家庭，抱歉。现在的问题是他认定你了。狐人族每年都有特殊的能量共鸣期，没有伴侣的气味引导会非常痛苦。我希望签一份协议，你只需在每年的特殊时期陪护他，我会支付相应的报酬。狐人这么需要伴侣，那一旦认定的伴侣去世，他们怎么办？你低估了伴侣的重要性。在我们一族，伴侣若死，狐人会带其前往雪山，绝食守候直至死亡。认定了伴侣，就是把命交给了对方。直到回家站在家门口，我都没从夏小念姐姐的话里缓过来。我不理解，生存本应是所有生物进化的方向，而狐人这个种族却在往一个很诡异的方向进化。伴侣、发情期，没了伴侣会死，这些对狐人来说明显弊大于利的东西，不仅没有在进化中被舍去，反而更加疯狂和极端，太魔幻了，我理解不了。在门口发了好久的呆，才拿出钥匙开门。夏小念此刻是狐形，正在和狗一起吃一包饼干，为了抢最后一块差点打起来。我喊了他一声，纯白的身形愣了一下，立刻变回人形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。我不知道你回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以后不变了。宝宝，把我当人就行，不要把我当狐狸。你不能因为这个不要我。我饿了，你做的饭还有剩吗？吃完饭，我有些事情想问你。其实我不知道该问什么，脑子里乱糟糟的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放久了的饭菜不好吃，我也没什么胃口，稍微吃了点就放下筷子，侧头看见狐人正在吃草莓蛋糕，一口一口往嘴里塞奶油，脸上满是愉悦和满足。宝宝，这个蛋糕好好吃，你要不要尝尝？
看你这么开心就好，我就不吃了。既然你家里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一开始你会在垃圾桶旁边受伤？我的丑家不自量力，要加害于我，想以此要挟我姐，不过都解决了，绝对不会牵扯到宝宝。宝宝，你身上为什么有我姐的味道？我今天晚上见过她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坚持不想做你的伴侣，你以后怎么办？宝宝不喜欢我，那就死掉好了。讨不到伴侣喜欢的狐狸是最没用的，没有活下来的必要。他那么轻易地说出了死，想离开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值得一提的事。这个种族对于生命的淡漠，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。我继续问，既然你那么想让我做你的伴侣，那为什么之前还说有喜欢的狐狸，让我不要觊觎你这种话？那天有个女人送你回来，你还和她拥抱了。在胡人族，拥抱是伴侣之间才能做的事。宝宝，你抱了我那么多次，还要抱她，是背叛。我在楼上看着你拥抱，太生气了。你回来也不哄我，而且那时候我姐让我回家，我一气之下说了那些话就跑掉了。其实我后悔了，我知道我不该把人类想得和狐人一样，可我忍不住，一想到宝宝被别的女人抱过，就忍不住要发疯。我想了好久才想到，那天发生的事是一个外国合作商拥抱只是他们国度正常的社交礼仪，被他恶意曲解成了亲密。既然你都觉得我背叛你了，为什么又要回来？我姐把我骂了一顿，姐姐说人类和我们不一样，像我这样心胸狭窄的狐狸，一辈子都讨不到伴侣的喜欢。你会背叛我，只能说明我还不够好，我要大度一点，对你更好一点。啊！我靠，这是什么极品恋爱脑发言？狐人一族都这么奇葩吗？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们会对人类构成威胁吗？宝宝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狐人也是人，我们怎么可能伤害同类？所以你是怕这个，才不肯接受狐人当伴侣的吗？有一点，不过现在不怕了。你们狐人族和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。你可以变成狐狸形态吗？今晚我想趴在你的毛里睡觉，萨摩耶没你大，睡不舒服。当然可以。